弹幕里说，鬼叔我从12岁看到了20岁，挺好挺好。我也非常的怎么说呢，非常的感谢大家吧，因为都是互相彼此的陪伴，如果没有你们的一步步的喜爱和支持的话，我可能也很难坚持到今天，真的很难坚持到今天。好的，我们的点赞已经到2万了，咱们今天的直播的故事啊，正式开始。还是老规矩，大家我们起一个节目的小头，然后开始今天的恐怖都市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好的，今晚我们的第一故事呢是关于漂浮的人。楼主说呢，他是广东某农业大学泰山区的15栋，晚上没事干呢，他告诉大家还是不要上那儿去了。那时大概是在寒假之前吧。那天晚上的天气异常的闷热，穿一个短袖是没问题。于是呢，楼主就想跑上顶楼去吹一吹风。这顶楼啊是一个正方形的结构，有3条楼梯，2条呢各在后方的左右两边，1条在前方的中间。那天我是从后方左边的楼梯上楼，两边步行到了前方，大概是花了1分多钟。云层很厚，月亮也看不到，楼上呢一片漆黑，只有靠近楼梯口呢有灯的地方才有着些许的光亮。在楼上沿着护栏走了几圈啊，最后又回到了原点，往前方楼梯的方向走去。顶楼很是空旷，没有遮挡，心旷神怡也没有。当我走到前方楼梯口，转身快要下楼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的事儿。我不争气的突然回头看了一眼，突然全身的血液就凝固住了。在离我正前方3、4米远的地方，坐着一个人，准确来说是以坐姿漂浮着的人。他全身白衣，短发，脸色煞白，借着灯光看不清五官。人真的害怕的时候是喊不出来的，也真的是没法做出任何的反应。在那几秒钟里面，我完全是被定住了，手脚根本不听使唤。对面那个人呢，就这么望着我，一动也没动。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之间有一种任督二脉被打通了的感觉，手能动了。于是呢，一口气跑到了4层楼，到了自己的宿舍门口。我记得到了门口呢，我才喊得出来，急切地拍门，见到了室友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结结巴巴的，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给讲明白。这第2天白天，他们决定陪我上去看一看。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水管交错，根本没办法放下椅子。这水管上面是一排锈迹斑斑的阀门。大约过了寒假以后，开学不久，我们学校呢就发生了连续2周4人连跳的重大事故。好了，咱们第一个故事啊，有关于学校怪谈漂浮的人就给大家讲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聊聊天，休息一下，就开始第2个小故事啊。来，新进来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大家晚上好呀！咱们的每周直播时间是固定的，都是每周6晚上的9点半。还有问说，鬼叔啊，现在是全职还是兼职？是全职啊。兼职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视频了，因为视频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，而且所有的前后期工作，对吧？文案、录制、后期剪辑、上传，还有这个大家投稿的征集啊也好，或者说都市传说的搜集也好，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，所以兼职的话是远远不能完成这些工作的。弹幕里说，鬼叔啊，后面的小可乐可以叫醒吗？你确定要叫醒小可乐是吗？鬼叔试一下，我看叫一下他会不会动的。小可乐，应该他动了吧？小可乐，好的，我把他叫醒了。
把他叫醒了，咱们马上开始今晚的第二个故事啊！吓我一跳，弹幕里说后面的哆啦 A 梦怎么翻了一下书？他发现自己的漫画书拿反了是吧？然后给他翻过来。这第二个故事啊，标题叫做《雨中的女人》。这个标题呢，让鬼叔想到了之前咱们讲的10大进化系列里的雨中女郎，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印象啊？那我们直接开始这个第二个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是我小姨发生的灵异事件。小姨呢是处女座，脾气不好，所以并没有看到很多次，她就遇到了一次灵异事件，但那次也是吓了她大半辈子。小姨小时候呢，住在我们那儿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。那时呢，她上小学，小学的时候呢，会经过一段石路。那段石路啊，一边是罐头厂的后门和围墙，平时呢基本不开，没什么人进出；另一面呢是一排民宿的背面，路上早晚上下班的时候会有一阵人流。中间一段时间呢，基本上除了学生去上学，平时也挺冷清的。那天小姨午休完，和伙伴们回学校上课，约好了提早一点去，大约是下午的1点左右吧。那天呢，天气不好，阴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小姨和伙伴走在路上，她的左侧是小伙伴，右侧呢是罐头厂的围墙。快到罐头厂的后门时，小姨突然发现下雨了，而且呢就在前面一节路下的雨。小伙伴呢撒腿就跑，往左边民居那边跑去。小姨呢也没去追他，就打开了雨伞。雨是越下越大，眼前的路都快模糊了，小伙伴们也不见了。小姨后来回忆说，当时其实感觉迷迷糊糊的，只知道是下雨，其他的一概都不知道。只见雨中迎面的走来了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披散着头发，越走越近，直到来到了小姨跟前的时候，她抬头一看，那个女人的舌头竟然垂到了胸口处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自己。小姨当时呢就吓呆了，哭都哭不出来。随即呢，这个女人就张开了双臂，用身子挡住了小姨的去路。小姨一边挡着，一边躲，一边怕被她抓住，一边就想着办法往前走，挥着雨伞吓唬那个人。突然，她听到身后传来了外婆的声音：“阿文啊，你还不去上课，还在这里干嘛？”小姨呢回头一看，外婆从后面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。原来已经是下午的2点半，是外婆去塑料厂上班，也要经过这里。看见了小姨在马路上拿着雨伞在乱挥，觉得小姨呢没去上课，却在路上玩，一下子就来气了。小姨呢这才回过神来，发现跟前的女人突然消失了，并且也没有下雨，路面上也是干的，根本就没有下过雨的迹象。看到外婆一下子就扑上去大哭起来，并声泪俱下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后来小姨问起了当日一起上学的小伙伴，他说当时跟小姨说话，小姨呢都呆呆的不理他，他觉得没趣，就自己先跑去上学了。如果那天外婆没有及时出现，最后的小姨又会如何呢？现在年过半百的他从来不敢细想下去。好的，咱们第二个故事，关于雨中的女人就给大家讲完了。弹幕里说印象最深的是世界名画的都市传说，还有诡异的世界禁曲的恐怖故事。关于世界禁曲和进化的都市传说啊，咱们的视频更新时间应该是2017年，对，2017年。就早期的话，咱们基本把这2个都已经给大家盘点去讲过了。弹幕里说鬼叔啊，我现在这边刚好在下着雨，还有说现在走路回家路上听着很刺激。上次鬼叔的一个老粉啊，就是爱奇艺的老粉，就7、8年的老粉，他给我录的视频，他们2口子开车在这个高速回老家嘛，但是路上太困了，所以路上的话一般就是放着鬼叔的节目来提神。说来也奇怪，有的小伙伴呢是用咱们的节目提神，对吧？还有的小伙伴呢是用咱们的节目来催眠，睡前放着，可能放着一半，慢慢的就睡着了。所以
同一个事物啊，可能它有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体验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来，看看弹幕里大家还在说什么？说现在啊，这个氛围感铺满了。还有说鬼叔，我一直以为鬼叔30多岁，我现在就是30多岁啊，没毛病啊，我现在是30多岁啊。但是之前他们以为鬼叔是40多、50多、60多啊，以为我是大爷。弹幕里说鬼叔啊 ，YouTube 什么时候上？咱们的直播，咱们直播回放，就是这个直播的内容给它剪出来，剪出来以后发到 B 站，发到 B 站的话会同步到 YouTube 上面，对，会同步到 YouTube 油管上面。弹幕里说，从2016年开始看的鬼叔啊，不知不觉的都已经8年了。哎，时间啊，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弹幕里说，鬼叔啊，你后面站着的红衣服的是谁？弹幕里说，我已经听鬼叔的故事睡觉，听了8年了，都已经养成习惯了。弹幕里说，我是从卡利登21台入坑的。还有弹幕里说，鬼叔啊，讲的故事真的很有催眠的感觉。行，下段时间呢，鬼叔给大家放一些提神的，对吧？放一些提神的素材进来，给大家重温一下这个2017年这种的恐怖的感觉给大家。不过这种的一般不太容易过审啊，鬼叔尽量的控制一下尺度啊，尽量控制一下尺度，不然做出来发不出来不就尴尬了。可以，来，咱们现在开始今晚的第3个故事啊，是关于楼主自己的亲身的灵异故事。楼主说呢，我出生以后啊，刚出院，是跟我爸妈在爷爷奶奶家住下的。那是教育局分配的房子，爷爷奶奶呢都还在上班，他们家那时候啊刚好有保姆可以照顾我的妈妈和我。我的灵异经历啊，仔细想想，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由于我妈妈没什么奶水，按照那边的风俗啊，在母亲的房间门框上挂猪蹄可以催奶。保姆呢隔几天就准备5、6个猪蹄，煮好了便挂上去。奇怪的是，每次拿下来的时候总会少一个。那时候呢，奶奶还怀疑过是保姆拿的，保姆呢差点就对天起誓，并且那时的物质条件并不算差，到不了偷个连调料味都不放的猪蹄的份上，这事儿啊也就这么过去了。挂猪蹄没起什么作用，于是就作罢。惊悚的事发生在一天的午后，我爸妈和我都在床上睡着午觉，床的一侧靠墙，我爸睡里头，隔壁还是出生婴儿的我，外面是我妈。床位的地方对着阳台的门，外面天气晴朗，没有任何的异常。我爸睡得很熟啊，我妈没有午睡的习惯，只是睁眼躺着，不时地看着我。然而当他下意识地往阳台的地方望去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长着红色头发、褐色的脸、身穿白衣的人，站在了靠近床尾的地方。我妈吓得不知道如何反应，而那个人似乎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慢慢的飘到了床边。我妈情急之下呢，大喊我爸的名字，但我爸竟然毫无反应。然后这个人竟然慢慢的俯下了身子。我妈闭上眼睛不敢再看，紧紧地搂住了旁边的我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听见保姆开门的声音，我妈才敢睁开了眼，发现卧室里面除了我们一家3口，空无一人。这个地方十分的邪门，长大一点以后的我也经常在那里碰到一些邪事儿。我爷爷从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不久，就查出了肝癌晚期，撒手人寰。后来搬家，是我伯父最后去收拾东西。那几天他独自一人住在那儿，每到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总能听见客厅传来一阵阵脚步声和咳嗽声，把他一个大男人吓得不浅。后来听伯母说，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剪刀，就再也没听到过了。好的，第3个故事啊，就给大家讲完了。然后第4个小故事呢，是关于宿舍里的灵异事件。刚才弹幕里不是有小伙伴说嘛，他今天晚上一个人在宿舍。那咱们今晚的第4个故事啊，就和宿舍有关。弹幕里说，我不听，我害怕。
还有弹幕里说，这真的是宠粉鬼叔啊，对吧？现在自己在宿舍，就给大家准备一个宿舍里的故事。弹幕里说，新加坡樟宜医院那一期也好吓人，这一期鬼叔也有印象。来看看大家的弹幕里都在说什么呀？说睡前小故事走起，我现在也一个人在宿舍。弹幕里说，鬼叔都在看什么书啊？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明天的话，鬼叔在动态里给大家抽一波悬疑书籍啊，抽一波悬疑书籍。明天大家在动态可以抽奖，都来试试手气。弹幕里说，红衣小女孩、台湾小飞侠，或是送肉粽事件。红衣小女孩，这个鬼叔讲过了。但是呢，小飞侠我印象里我还没讲，因为我当时想的要讲来着，后来鬼叔整理了一半，觉得这个篇幅好像不是能讲很长，我就给它搁置了。但是有些东西呢，一搁置可能就对吧，3、4年、4、5年就过去了。现在鬼叔给它记录一下，回头再给大家补回来。弹幕里说，我现在有点不敢去外面上厕所呀，狗还在叫。他是催着你快去上厕所，他忍不住了。好的，弹幕里推荐的关于台湾的恐怖故事啊，鬼叔后面都会给大家补上去。弹幕里说，镜子实验我玩过，后面忘记天数了。你还是挺有耐心的，很有耐心。裂口女啊，大家对裂口女的印象比较深啊。还有我看到说如月车站，对吧？之前咱们不是还讲过那个辛亥隧道，对吧？还有这个涡轮婆婆。然后大家喜欢的18、19年的、17年的老视频啊，多半都是以都市传说为主的，对吧？都是以都市传说为主的。今后呢，鬼叔大概每个月以2期左右的期数吧，给大家更新出来，还是用以前的那种风格。但如果说鬼叔发了然后没过审，那可能我在动态里会和大家说一下的，但是还是我主观上尽力啊，保持咱们像以前那样的原汁原味啊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前那种风格的都市传说，鬼叔会去讲的话，咱们的怪谈协会啊，还是老样子，每周更新。所以怪谈协会的话，每周1期基本上都在30分钟以上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期数基本都可以保证。弹幕里说，我觉得鬼叔啊比较像是能把鬼实体化的说书人，过奖啊，过奖，美誉了。然后弹幕里说，鬼叔啊有讲过高雄一家6口中邪案吗？这个没有讲，当时是这些选题当时是准备讲来着，我现在给它记录一下，放到我的备忘录里，后面都给大家补上来，后面都给大家补上。咱们开始今晚的宿舍的这个故事啊，先把这个故事讲了，然后再弹幕聊天。今天的弹幕有点热闹啊，问题太多了，我感觉我都看不过来了。来，今晚的最后一个故事啊，有关于宿舍里的灵异事件。在深圳啊，我住在华润大厦的后面，具体的哪个小区呢，就不跟大家讲了。当时呢，我有一个舍友，那应该是90年代的老房子了，房东呢也没怎么装修过，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保留着老旧的样子。前一家人搬走的时候呢，留下了一个长柜放在了客厅。我当时去收拾，发现里面放着一本《地藏王菩萨》。由于那个房间呢没有阳台，所以衣服只能在客厅搭个架子去晾。通往客厅的道路呢要经过我的房门口，而我的房间门有一点破损，所以从门的下面的缝隙里头可以看到一点外面地面的状况。那天大概是凌晨5点多的时候，我醒来了，太阳还没升起来，我呢睡不着，在床上发着呆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了拖鞋的声音，我随便的往门缝那里望去，心想着舍友今天起这么早。果然看到他呢穿着拖鞋从门外走过的脚步声。
到了客厅之后啊，还整理了一下架子上的衣服，我听到了拍打衣服的声音。这时，和我一起睡的猫也醒了，突然叫了起来。我安抚它别叫，等下室友呢发火就不太好了。但是并没有听到室友回房间的声音，接着我又迷迷糊糊的睡去。到了早上7点多，舍友呢敲我的房门，在外面喊起床了，上班了，我才醒了过来，发现闹钟居然没响。然后我就问舍友：“你早上那么早起来弄衣服，然后回去睡了呀？”“谁早上起来弄衣服了呀？我睡到今天早上闹钟响了才起来，看到你还没起，我才过来敲门。我5点多的时候醒了，我听到你在外面整理衣服呀。”舍友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？是你把猫放出来乱跑，去弄了我的衣服了吧？我的拖鞋呀都被踢到外面去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为了不吓着舍友，这件事儿我一直没讲。后来没过多久啊，我们就都搬走了，这件事也没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好了，咱们今晚的第4个小故事啊，就给大家讲完了。然后，小奶茶进到房间里了，他刚才在推门，我给他抱一下。稍等。这个家伙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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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挣扎，哎呀，不让抱啊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可以。小奶茶进来吃了个东西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哎，怎么又跳下去了？他好像比较害羞啊，每次不喜欢出镜。弹幕里说：“鬼叔啊，后面趴着的老太太是谁？你可别吓我啊！你吓我的话，晚上我就去你们的床底，咱们互相伤害。”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嗨，不行啊，他好像不愿意，出镜哎，你看，镜头都不看。嗨，莎莎。算了，他不愿意出镜。好的，那咱们今晚的4个比较短篇的故事啊，就给大家讲完了。然后我们直播的下次直播时间呢是下周6晚上的9点半。然后明天呢，鬼叔会发布直播动态，另外呢会发布一个动态抽奖。动态抽奖的话，就是给大家抽几本悬疑书籍。好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鬼叔起一个片头片尾啊，起一个开头结尾。咱们今天呢，大家就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1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好的，本期结束，下期不见不散。行，那咱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呢早点休息啊，各位早点休息。然后小可乐是不是？小可乐是什么意思？嗨，小可乐，小可乐和大家说一下晚安。小可乐，小可乐，小可乐。没反应，嗨。好的，小可乐也和大家说晚安了，那大家就早点休息了，拜拜。